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断联中的他目前的状态是如何呢？以及在他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对象？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你的想法是什么？好，那这样的话，首先为大家所抽到的是世界牌。好，那世界牌的话呢，代表说，其实在你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目前现在的关系来看的话，虽然表示世界牌通常都是代表好的意思，可是洋洋会认为说，现在已经来到世界牌，也就代表着其实目前的你们可能在看待于已经断联的这个状态，或者说已经在对于断联的对方的话，其实你们心中的感觉会比较像是一种你想要放下自己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执着，或者是说你愿意把自己从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个沼泽之中慢慢的给拉出来。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在你目前的生活当中，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撇除掉了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的任何的影响，或者是所带给予你任何在关系里面受到不好的伤害，或者是说这些不好的回忆，或者是说在为了对方而做的任何的付出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回应之下的以外的这部分，其实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工作，或者说你的生活，其实是基本上不太需要让你去担心，或者是说算是还蛮顺利的。那当然也不能保证说一定到很满意，可是至少在和很多人相比来看的话，你自己其实静下心来会认为，其实自己算是最幸运的。因为就算没有这个人，其实你会意识到说，原来我活在一个爱的世界里面，或者是说我身边的人总是会无条件的支持我，会愿意的陪伴着我。那无论说别人是不是愿意去支持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但是只要撇除掉关于这段关系的说一部分，或者说撇除掉关于这段关系的任何事情，其实你回头看来，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算是还蛮不错的。所以表示你们目前在看待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们洋洋会认为抽到世界牌的话，代表说其实你们还蛮想念对方，或者是说你们其实蛮在意着对方，你们其实在意的除了彼此之间的回忆之外，那你其实也在意对方的想法。那本身这段关系中的未来的走向，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所能够再带给予你什么的这个部分，其实你已经不太会去想太多，甚至你会觉得说想这些是蛮奢侈的，因为你开始选上这组的你们，你基本上已经会认为，就算这段关系真的恢复联络了，或者是说真的想要回到以前的那个部分，那么好的时光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蛮不可能的。第一个是你的心情已经过去了，然后第二就是可能你现在生活算是蛮稳定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其实现在算是还蛮理智的，能够去看待于两个人之间关系里面的一些症结点，或者是说那一些会让人感觉到并不是那么适合的这些的状况，或者是说相处上的一个摩擦。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就算我们真的抽到世界牌，但依然表示着你本身在看待于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
你也不太会想要再去做太多，只是你有时候会蛮想要知道对方的状态好不好，然后对方现在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对象，又或者是他现在是不是也是跟你一样想念着你。其实你只是出于心里面的好奇心，当然如果说对方出现在你面前，你的心情一定会受到一定有程度上的波动，可是不会去影响到你在对于说自己在情感里面的一个决定，或者是说自己非他不可。其实你想要跟他在一起，或者说你觉得两个人还能不能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说对方他愿意能够低姿态的表态，或者说低姿态的去认错自己所有一切的事情，那你可能会觉得我好像可以接受看看。可如果说对方回来态度跟以前一样，或者说就是嬉皮笑脸，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其实对你来讲，关系要回到以前，你觉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的心已经开始在走出来了，甚至有的人是已经基本上都走出来了，甚至想要有一个更好的感情也有。所以在对说抽到世界牌的话，雅阳会认为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局限的去在对说其他的含义。好，然后在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魔术师。好，那魔术师呢，就代表说，其实在对目前你们来看的话，关系之中，如果说真的对方回到你们身边，或者说对方真的有机会跟你有互动的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你们也是会愿意去接受，或者是说你们其实也会愿意跟他当朋友。那关系之中要怎么往什么样方向走，你其实也会认为，只要是不会在交恶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你们自己本身也是会蛮愿意的跟对方有这些互动上的一个情况。可是如果说真的要你去为了这段关系像以前一样卑躬屈膝，或者是说像以前一样无怨无悔的付出的话，有人会认为其实偏少，因为其实目前你们来看，其实你们自己本身现在魅力是真的非常的足够。那你们魅力足够的话，也会蛮多的人会去重视着你这个人，或者说你这个人的样子。所以你其实现在也是蛮喜欢打扮自己，或者说你可能会把自己生活过得很好，或者说你以前可能为了这个人什么东西不能吃，然后省着不能买，就为了为这个人更好，所以你让自己过得很拮据。那现在的你们就是会希望，如果说关系真的要回来，或者说关系要继续往下走的话，对你们来讲，除非这段关系是真的，两个人之间是有共同的双向的付出，都是在意着彼此，想要复合，然后是真心诚意的，然后也把可能过往的问题也都解决好的话，你们是愿意的。可是有人会认为说，你们心理上啦，虽然我们现在目前抽到2张都很好的牌，可是洋会认为，其实现在在你们内心里面，根本的状态是，你们其实有点不太想要再回到那么乱糟糟的关系里面，因为你们其实也知道说，就算真的回来了，然后或者是跟对方真的复合了，其实对你们来讲，关系的问题点可能好像不会完全解决。那这个不会完全解决，这个隐藏性的未爆弹，那对你们来讲，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用意，应该说没有太多的保障，或者是说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蛮不太能够完全去信任对方的这个样子。那洋洋会认为说，这组的你们其实算是有一点把这段关系就当成是一个回忆的状态来看，然后甚至可能还会去做这一次的占卜。那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就表示你们可能刚断联没有多久。那这刚断联没多久，就是你们心理状态还在一个时间拉得不够长，所以还是有时候会想比较多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美好的想法。可是当时间越久，你们其实心里的不安就会越来越多。这是在对说可能刚断联还没有这方面想法，可是又抽到这一组的你们的解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5。好，那钱币5呢，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在看待说这段关系，你们会认为，目前中的话，可能他状态也不好，那你的状态也不好，没有到那么的好。那其实两人之间的这一段过往曾经相处的回忆当中，相处的模式里面，你会认为其实真的有很多的问题是来自于说两人之间的对于说人生中未来的蓝图，或者说人生中未来的方向的走向，其实这个部分你们是会认为只是因为当时的
情况，或者说当时的环境，所以才让两之间比较契合。可是如果说拉回到现在的这个当下状况，你们会认为其实两人之间或许当朋友会来得更适合。就是如果说真的要能够复合这件事情的话，你们会认为其实要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或者是说在对于生活中一些可能没办法去解决跨越的问题，也必须要去面对。所以目前你们其实也会认为说，这段关系真的要走回到以前状态，真的蛮困难的。可是如果说对方他真的过得很糟，过不好，其实你们是会还蛮愿意跟对方是有来往，或者说你们其实还蛮愿意帮助他，或者说给予他一些的协助。因为你们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你们会认为其实自己或许比对方的能力还要好，或者是说当他有求助于你的时候，表示他的状态一定是差到不行，所以才会向你求助求援。那基于过往的情感的基础，或者说曾经两之间的关系的状态，你们会觉得自己或许也是不太愿意想要真的去放下这段关系。其实雅人会认为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呢是没有放下对方，比较多的状况是你们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往一个好的因果，或是说好的缘分走。那这好的缘分并不代表是一定要交往在，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可以当最要好的朋友，当最好的闺蜜，当最要好的红粉知己，或者说当最好的兄弟。可是基本上这段关系的话，你们心里面是这么想没有错，可是你们自己也知道说两人之间的差异性真的蛮大的，甚至有时候你们也觉得对方状态你们蛮清楚，所以你们心里会想要也会期待没有错，但是你们不太敢再去指望是能不能过你们想要过的那种两人之间的生活的模式。因为更多状况来看的话，是你们会想要选择是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的状况比较多，甚至会想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然后稳固好自己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你们目前心里面比较多在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们目前心里面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有所共鸣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目前状态如何，然后他的身边现在有没有其他的对象呢？好，那洋洋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世界牌。哇，你们俩都是有世界牌耶，而且都是在第一张。好，那这边的世界牌呢，代表说其实目前对方他的生活的状况呢，看起来其实他现在是还蛮满意他目前生活的情况，或者是说他现在已经有达到，或者说他的心里面的一个健康指数是在他所期望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说在工作、生活、亲情、友情、爱情等等这几个里面，可能如果说他最想要的是他的工作要成功，那就表示现在目前他工作状况一定还不错，就是达到他所想要的。那其他对他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是那么的看重这些，或者是说他就不会去影响到他的个人的情绪。所以如果说当我们抽到世界牌的话，那洋洋就会推定说，其实现在目前这个人生活的状况呢，对他来讲他是满意的，不会到太差，但也没到非常好，但至少他比较不会去烦恼他生活中一些让他觉得会影响到他的注意力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说当你们现在俩之间是呈现断联的情况的话，那洋洋就不得不说，你们其实或许有可能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遇到了一个这么对你来说是对的人。因为目前当一个人的生活达到一个还蛮不错，或者说满足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这个人就会想要去谈感情，或者说这个人就很容易会想要去愿意接受
情感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还在第一趴的部分，所以还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究竟这个人他会不会想要有会不会身边有其他的对象。但基本上如果说当出现这张牌的话，就算他没有对象，但是他一定会想要谈恋爱。这是洋洋在对说抽到世界牌的这个部分。因为你们现在关心是在一个断联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说是在一个断联的情况的话，那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没有办法推动，那也没有任何的交集，或者说可能也没有任何的瓜葛，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很难对于他来讲，你们就是在他的内心之中，或者说你们就很难去可以影响到这个人，反而是你们俩之间的回忆会去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如果说你们想要知道说对方把你们放在他心里面什么一个位置的话，那如果说抽到世界牌又是断联的这个状况，而且没有其他牌卡做辅助的话，那单单以这张看来说，洋就会把它会把它归类在于说，你是对方里面的一个朋友的角色，或者是说是一个曾经回忆里面不会到太差的一个角色。所以如果说有一天你们真的有机会遇到彼此，或者是你们真的有一天相遇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他至少不会躲着你，那他还是会愿意跟你打招呼，或者是说会想要多跟你有一些互动，或者说会想要知道一些关于你的近况。但是仅仅限于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比较没有太多其他特殊的情感，所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一下第二张，看有没有更多讯息可以给大家。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侍者。好，那当出现钱币侍者的时候，其实就有可能代表说，目前他的生活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的阶段，或者是说他的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在一个他还蛮满意的这个情形，所以现在他会更加倾向于说，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自己所做的每一个想要为了生活而做出的各种努力，他都希望可以获得相对应的回报，或者是说他会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方向都是在于说他是珍惜现在生活中他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其实在他的生活里面，可以很确定的是，他现在很喜欢他的生活中的步调，或者说很喜欢他现在生活中的一个模式。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知道说对方现在他有没有想念你们，那洋洋会认为说，其实讲起来就基本上是没有，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失去了你而感到难过，或者说他也没有因为失去了你而感到情绪上面的悲伤，他反而是很喜欢，或者是说还蛮享受现在目前生活中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现在他呢，因为他是享受目前生活中的情况，所以呢，现在他所做的很多的决定跟事情，都会希望说不要去破坏目前他的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现在洋洋会认为啦，他可能在对于曾经他所拒绝过的人，或者是说被他拒绝的人，其实他会比较倾向于说，先大家各自安好，比较没有想要往更进一步的方向去发展，或者是说也没有太多想要有更进一步的，想要恢复联络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现在目前生活中的他，其实是算是蛮顺利的，然后洋洋会认为有可能他已经找到他人生中另外一个方向了。也就是说，当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已经结束了，然后对方又有新的生活，或者是说又有新的东西，让他可以去转移到他的注意力的时候，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对方如果说没有任何的悔恨，或者说没有任何的遗憾，反而是很享受现在生活中的方式、步调跟模式的时候，其实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是很难会有一个转圜的余地，或者是说很难会有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那如果说你们想要延续下去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部分是真的还蛮低的，那有可能很高的几率
对，就是洋洋会认为说，他现在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个还蛮在意的对象。那我们现在目前如果说以牌卡中的话，没办法看到他们俩之间现在程度到哪里，或者说两之间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洋洋会觉得非常高的几率，就表示其实现在他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个还蛮在意的人。那个在意的人的话，他其实会去考量到对方的心情，或者说可能会考量到对方的，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会去影响到他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那对于你来讲的话，你本身就是已经缺乏了竞争力，或者是说你就是不太可能会有机会可以去推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反而洋洋会建议你们，如果说你们现在对于对方心的状态是看得开的，然后你们是能够去放下这段关系的话，那就会建议说，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是可以已经立即即刻的放下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那接下来的内容呢，你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对方的状况就好，就是因为你们也不会走心。如果说你们可能会走心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先，就比较不适合听第一组的这个解释，可以选择其他对我们来讲最有感觉的。那如果说其他对我们来讲就只有第一组最有感觉的话，那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等到心态准备好的时候再来继续往下听，因为洋洋也不确定后面会出现什么样的牌卡，怕会让大家的心情呢变得更不好。好，然后接下来所抽到的是圣杯四。好，那圣杯四呢，就代表说，目前的他的话，洋洋会认为可能他的心思上面，嗯，应该是有蛮多可能可以让他选择的对象，或者是说现在他还在思考着他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往下走，或者是说他现在已经有重新的思考，对于他来讲，真正适合自己的条件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现在他其实会把很多的心思比较多是放在他自己的工作上。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他现在心里面应该是有个非常在意的人。那其实上如果说抽到圣杯四的话，那洋洋就会比较推定在于说，在他身边现在至少有两个对象可以选。那应该是说一个对象一定可以选，就是有个人已经有在追求他，或者说已经有一个人一直不断的对他好。但是对于他来讲，他在对于说那个对他好的人的话，他其实不太想要去接受，或者是说他可能在对于那个人是比较不愿意，去面对的，因为他对那个人可能就感觉还好，或者说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太多感觉。那如果说你们的关系中的状态呢，可能是断联大概，呃1个月以内的话，那洋洋讲这个他有点不太愿意接受，还在考虑的那个人就在讲你。好，那如果说我们断联超过1-2个月以上的话，那就表示那个人就不是你，是别人。对，那对于他来讲的话，为什么他不愿意接受的原因就在于说，现在他的专注力是在于他目前觉得他的工作，或者说他现在目前生活中的步调。那更大的可能性就表示那个追求他的人，他第一个你就如果说对方是男生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就是无感。那如果说对方是应该说你喜欢的那个人是男生的话，就表示他在对说追求他的那个人是无感的。如果说你喜欢的对象是女生的话，那就表示其实他对那个人可能就觉得那感情基础是不够，或者是说条件不够。对，女生是偏向于外表类的，或者是对，然后男生偏向感觉，或者是说那种一眼的那种的感觉。的这样状况，因为听这个频道的话，可能会有异性恋、双性恋或者是同性恋，所以洋会觉得这一次的我们判别方式就是以性别方式来去做一个准则，让你们可以做下参考。好，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他现在旁边应该是有个他蛮在意的对象，所以你们看到像这个圣杯四，他旁边有3个圣杯。那虽然他没有握住，可是他却是在安安静静待在他的这3个圣杯的旁边。所以表示说，其实在对于他来讲的话，现在他是很重视这一个他跟
现在心里面这个对象彼此之间的互动。那当出现这张牌的时候，其实就有很高的几率就表示，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其实有点卡顿了，或者说可能没有到那么顺利。所以现在他就是也是很专注在于说，他到底该如何去选择，他到底要选择新的那个一直追求他的对象，还是说他要想办法继续努力在一个旧的对象里面。所以现在他的话是处于在一个相当苦恼的这个阶段。那如果说这个一直他没有去接受对象，你确定那个人是你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对他来讲啦，你们俩之间的胜算的几率真的有点小。的原因是在于说，因为他现在心里面是那个人，那他其实看起来洋洋会觉得，他的心思有点被掏空的感觉，或者是说他的状态的话，基本上就以那个人为主。那你跟这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卡顿，一直他吊着你的胃口，其实洋洋会觉得，你就不要再太过于执着，因为强扭的瓜是不甜的。好，那这就是在关于你们第一趴的部分，听起来有点哀伤。但是如果说你们验证牌的状态是刚洋洋前面所提到的话，那洋洋会觉得你们可能就只有揪心一下下啦，就是反正你们也听到答案了嘛，那你们大概也知道了，就也不用太过于执着。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正义。好，那正义的牌呢，就代表说，目前他的心态的话，其实有很高的几率就是，现在他会希望说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一切的事情，还有行为决定，都是能够以保障自己为主，或者是说会希望自己是也可以拥有自己觉得是合适合宜的事情为主。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他所做的任何的决定跟状况，他其实就不太会去参考别人的意见，而是在他心里面认为什么是对的，那才是他所想要的。如果说真的他所做的那些一切是，比较会被身边人给反对的话，那只要他心意够坚定，那么他就不太去理会那些人。那洋洋会认为说，其实最近这个人他的习惯呢，可能会偏向于说去看一些，呃，比如说网络的心灵短语啊，或者说心灵鸡汤的话，或者是说有的人可能会去做一些禅修，或者是说灵学方面的东西。其实现在他有点倾向于说是在找到一个内心中的一个平静的感觉，或者是说现在他其实正在去探索着什么样的东西对他来讲是比较能够去让他感受到心中的状态不会受到太多的波澜，因为他原本的状态应该没有到很好，或者是说他现在蛮把握，或者说蛮珍惜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所以现在他所做的任何的东西都会，建立在一个他不想要失去掉这些一切的人事物的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上。所以现在最近的他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固执的情况，可能本身正义牌不会有这方面的解释，但洋洋会觉得，如果说我们按照牌面上这样子出现的顺序的话，有人会认为，其实现在他的个性会比较有一点固执的原因，就在于说他很珍惜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反而现在他不太愿意自己的很多的事情，或者是说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会有受到任何一点点的威胁，或者是说有受到任何一点点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可能会很难再次拥有这些。所以现在最近的他会做很多的决定跟事情，他都会想的比较多，或者说可能会想的比较透彻。那有的时候他真的是会考量到下身边人的意见跟看法，因为他有时候也会蛮担心，有的时候如果说自己真的太过于固执坚持的话，那是不是也会跟着破坏到或者影响到他现在所认为最安逸的这个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分很多面向去讲，最尤其是指双同性恋好了。好，那我们就给双同性恋你们的讯息就是，来看看说最近你心中所想的那一个人，
他就说他是不是有使用交友软体在偷偷约炮，对，有使用交友软体偷偷约炮，就给予双同性恋的人你们的那个对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的部分好了。第二张的话，我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王牌。好，那钱币王牌呢，就代表说，其实现在他会蛮想要，努力的去巩固好他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的模式跟方式。然后现在他也是会逐渐的考虑要让自己改变自己原本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如果说他跟原本现在心中所想的那个对象，如果说真的比较一直卡顿的话，那就有可能他会想要选择另外那一个人，可是也有可能就是他会想要选择一个两个人以外的人，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他蛮积极的推动他自己想要去认识新的人、新的关系，或者是说想要去让自己原本生活模式再变得更好。所以呢，他是会基于在一个他不想要去变动的这个状况之下，然后再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如果说像现在是年底，如果说是你们是刚好是在年底年初之类的话，那就很告诫，就是他可能会想换工作，或者说可能会想要去换不同的县市生活。那如果说想要去特别针对感情部分呢，就代表说他可能想要找的是一个生活中对方不一定对自己有非常大的魅力，但是可能就是顺眼，然后是关系感情是可以稳定的。他现在要的就是稳定，然后就要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别的心思，或者说太多担心的事情来去看待，或者说去面对说自己的感情。因为现在他其实可能也是觉得心蛮累了，或者是说他已经在那种飘荡波荡，或者是说摇摆不定的漂浮的情感这种状态，他想要上岸了。所以现在最近的他会希望说，让自己的感情生活就是不要太多波动，以在一个没有波动的这个状况之下来去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那这有很高几率就表示，其实对方他现在有点排斥，甚至不太愿意接受远距离。所以如果说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远距离，或者是说是彼此之间工作时间是没办法相互配合的话，那就有非常高的几率就表示其这段关系就很难会有进展的空间，或者说很难会有可以进一步的可能性，因为他就不喜欢远距离，他想要的是感情生活中、日常生活中都是稳定，可以经常见到对方的人。那现在他在对你说这些条件，他是死脑筋的哦，就是你怎么讲都不，他听不进去，因为他要的是心灵上的一个平静。好，然后今天抽到的是圣杯八，那圣杯八就代表说，其实他在对说他在人际关系或者说情感这部分，他是果断的，甚至他会希望说可以摆脱掉让他觉得是不健康的爱情的关系之中。所以如果说像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真的已经拖很久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对方他最近算是心里面啦，他是非常肯定，就是他对于你的感觉就是真的就到这样子，就到这边了，就是不会再往下，或者是说可能也不会再有更多，因为他会希望说自己也是在一个健康的关系里面。如果说总是两之间互相的拖着彼此，或者说两之间的关系总是会去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心情，或者说感情的状态的话，那对他来讲，这不是他所想要的。而且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拖很久，那对方最近他真的决定要分开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在很早之前，对方就已经跟你们讲过，或者说用明确的表示让你们知道，两个之间就是不太可能。所以最近的他也是觉得时间到了，然后也不想要再拖下去，所以就会想要让两个人之间的缘分呢，就是以现况分开，他觉得是最好的。他也觉得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去让两个人之间后续过得太过于尴尬，或者说也不会让两个人之间的
生活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呢，他在对于说离开你的这件事情，他是下定决心的，就是他没有什么任何的理由跟借口，所以也希望大家都知道洋洋的频道呢，就是讲实话，不喜欢讲那些像梦一样的话。对，来这边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清醒一下，因为圣杯八我们又出现前面这几张牌，所以大家就要很明显的，心里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对方他会选择离开，就是因为就是没有感情了。没有爱了，或者说就是对你没耐心了，就是他也不想再骗下去了，或者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很顺遂了，就是也觉得没有你也没差，所以呢他就想要离开，所以你们就也不用想说是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啊，还说他什么苦衷啊，通都没有。对，我们就是电视剧呢就归电视剧，我们就是以现实生活状况为主。放心，这边没有得癌症的消息。对，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是什么得癌症不敢跟你讲，没有，放心，就只是单纯因为他很享受现在自己的生活，他觉得离开了你之后，生活过得好像比以前更好了，那他就是也觉得好像你也没差。那我们没办法确定说他如果生活不好是不是会回来找你们，那你们就要想，如果说生活不好回来找你们，是不是他又要干嘛？要跟你们要什么东西？还是说要请求你们的金援？还是说因为他没人要了，所以只好回来找你，那就你会变得比较廉价。那这都只是我们自己的臆测啦，就是也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子，只是洋洋会觉得说，这个人他看起来现在心里面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断联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觉得不舍，他就是觉得时间到了，那也差不多了，就是彼此之间也不要去耽误着彼此，要不然也是会让双方之间生活也是过得蛮痛苦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皇后。好，那圣杯皇后呢，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应该说对于他的目前生活状况的话，他现在呢确实是过得是就是好之外，然后他也是很重视他自己的心情，所以其实最近的他，生活中的情况就是。确实，生活中的心情会有一些起起伏伏，也不是说永远都一直停留在一个我永远都最好的状态。他有时候一定会有情绪低落，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情绪不好，或者说有时候会有一些让他觉得生活中是压力很大的这个情况。那确实，当他觉得生活中是比较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比较有困难难关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想到说，诶，我是不是选择错了？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应该要选择你？那如果说我们原本还有接触的话，那我们的状态会是怎么样？所以本身在以他的角度来说，看待于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比较多是一种。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才去想起你们。可是他想起的时候，他却没有带着太多的情绪，或者说他也没有想到是不是要跟你恢复联络、恢复联系的这样的状况。那他现在其实就是真的心思蛮多，都是在他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人身上，或者是说也蛮多是在让他觉得很重要的工作生活中的目标上面。所以最近呢，他的桃花运基本上呢，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就是还蛮享受他目前的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跟情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这边所抽到的是太阳牌。好，那太阳牌代表说，其实最近他的情绪就是真的也不容易受到任何人的影响，或者是说，这个影响的意思是指说，当他觉得可能一段关系是可能没有机会了，这个只是假设，一段关系没有机会，他马上会转换，我可能换另外一个对象啊，还是说我可能要改变一下我自己的做法。所以现在他刚前面提到嘛，就这个人他现在很固执的原因就在于说，他就是只是会很重视在他自己觉得是值得，或者说有付出可以得到的人事物上。那如果说是真的都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那他就会调整他的脚步。他就是这个人目前啦，也不会有太多的执着的想法，或者是说也不会有太多让他觉得会
没有那样东西会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最近的他真的过得还不错，那你们还要继续想着这个人吗？对不对？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他就真的没有因为失去你而感到任何的难过、痛苦，他反而就真的只是一直在享受他自己目前的人生中各种美好的时光跟快乐。那现在他呢，洋洋会认为他应该蛮想谈感情的。对，如果说依照我们目前都一直抽到这些牌的话，很高的几率是现在他蛮积极的在认识新对象，或者是说他蛮积极的想要去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或者是说有一段让他现在有点重视的是在于说他在别人眼前他的魅力是如何，所以有时候就算他真的有其他喜欢的对象，那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或者说没办法得到他所想要的进展的话，那时候他的转移，他就想要办法去转移他的目标跟注意力。那该哭的、该痛苦，他还是会有，只是他会蛮会去调试他自己的心情的。然后最近他的朋友人缘是真的蛮不错的，对，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最近他的桃花运应该还蛮旺的。那桃花通常可以指人缘啦，或者是说就是指真的爱情的这个部分。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给予会员的讯息。我们来看看说，就是一般会员的讯息。好，就是说这个人他现在啊，最近有没有脚踏多条船？好，就是说可能有好几个对象在选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我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三，好像这宝剑三看起来也很可怕。好，在这边宝剑三呢，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最近的他来说，就是前面提到也没有到说完全的一定很顺，所以一定会有让他觉得蛮痛苦的事情，或者是说让他觉得蛮扎心的事情。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如果说他真的想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顶多会认为可能曾经所对你做的一些的行为做法。或者说可能对于你回话的方式是觉得蛮不对的，或者是说可能自己要去再留意一下。可是他这些的忏悔跟他这些的想法，只是在于他在对待于下个对象，或者说下个追求他不成的人，那他就会用比较温柔的方式去对待那些人。所以他其实就是说，同时对于你忏悔，那他也是继续的去过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或者说去把握住他现在觉得是人生比较是能够掌握住的东西。所以现在他心情上面来看的话，比较不会被现实生活中给打败，但是他也会去调试他自己的生活，或者说调试他自己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情绪。可是我们目前以整体上来看的话，洋洋会认为说，其实最近这个人他就真的生活过得蛮不错。那顶多就是他可能跟他那个很暧昧的很在意的那个对象，并没有到那么的明确，或者是说也没有到那么的顺利，比较像是他们俩之间各过各的生活的状况去。好像是前面洋洋在提到圣杯四那边就有讲到，就是他在对于说自己要不要离开，还是说要继续留下来这件事情，他其实有点困惑，然后是有点疑惑。所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的话，如果说你们真的没有很爱对方，你们是能够走出来的话，就是洋洋会建议你们尽可能的去放下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执着，因为你们无论做再多，其实都没办法得到你们真正所想要的东西，或者说得不到这段关系，除非你们也觉得跟对方当朋友 OK， 那你们就可以继续关心他，或者说你们就可以继续的去做你们可能想要去做的事情。那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好，那这边的话会希望说，你们是可以想清楚一下，你们到底真正的想要的感情的模式是什么。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部分，那我们就来看看说，在对于已经断联中的这段关系，你们是怎么去想的？好，也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那这边首先我们所抽到的是正义牌。好，那正义牌呢，代表说，其实在对于你们来讲，或许这段关系曾经的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为对方所做的很多的付出，无论是心力、劳力，还是金钱，又或者是陪伴的时间，又或者是你们为了对方所做的任何的小细节的动作，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有可能你们曾经自己的面对感情状态，就是可能会有点恋爱脑，然后可能就会是觉得能够是为这段关系好，或者是说是能够为了对方，或者说为了这段感情，你们都愿意不断的一直付出，甚至你们会到无条件的一直付出。就算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对自己的压力真的生活中压力还蛮大的，或者有时候真的对待到你们的付出的程度已经让你们觉得是真的蛮累的，是已经有点觉得像一种无底洞的感觉。但是只要对于你们来讲，关系之中是能够有结果，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是能够有一个未来的方向跟走向的话，那你们其实是还蛮愿意继续下去，或者是说你们其实也不太愿意去放弃。那也导致于说让两人之间关系当呈现出一种断联的这个状况，或者说两人之间比较没有互动来往，甚至这段关系已经让你明确感受到是已经真的完全不可能，已经没有这种机会翻盘的可能性的这个情形之下的话，你们就会认为其实自己一直以前的过往的付出，其实好像真的没有到那么的被对方给看中，或者是说也会认为这段关系其实可能对于你们来讲是真的比较像是一种人生成长里面所经历到的这个痛苦，所以其实在对于现在你们来讲，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开始变得有点吝啬，或者说你们其实开始觉得，对于说曾经自己所付出的这一切，你们会感觉到相当的不舍。但你们也知道说，其实这段关系是已经断联了，那你要去跟对方说套，还是说你们可能真的想要去做一些挽救的颜面的行动跟行为的话，你们也是知道说这个是已经有点不太可能的。所以因此呢，当两人之间这段关系，以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就是已经不会再想要去为对方做任何的付出，或者说你们可能也不会想要再做任何的行动跟行为，除非对方他有为了这段关系，然后主动做了什么，而且他所做的这一切，必须要是原本你所预估的，他可能会做到的那个行为程度，再来的一两倍，就是来的更高，你们可能才愿意去相信这个人。因为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当我们抽到这张牌的话，代表其实你目前在看待说这段关系，你的不满程度偏高，甚至你们会觉得对于曾经自己所付出的这一切的那个状态自己，你们是觉得感觉到相当的不舍。其实对于你们来讲，会已经在知道说当时的自己是不应该这么做，或者是说对于当时的自己这么无条件付出，会觉得蛮心疼的。但是这种心疼，或者是说这种付出的话，你们也不太敢，再继续做什么下去，或者是说，其实你们也会害怕，因为现在这已经算是快走出来了，所以你们会担心，如果说当自己又再次跌入的话，那么是不是我又会再次犯下一样的事情？那我是又会再去心疼一下自己。其实你们心里一直不断告诉自己说，自己其实不能再这么做下去了。所以你们现在其实有点像是自己内心里面一直在拉扯，所以其实你们也明白知道说，只要这段关系断联的越久，越没有见面相处，其实你们对说对方，或说对说这段感情中的一个渴望，你们就是也再也不会那么多了。你们就会开始比较用一种正常的角度去看待，所以你们心里面既想见到这个人，又不想，这种矛盾的心态。因为你们舍不得是你们自己，也不想要再让自己，在对方面前好像就像是小丑一样。你们会对于说这样自己的状态的话，会觉得相当的不甘心，也会相当的不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女帝牌。女帝牌呢，代表说现在的你的话，
看起来啊，洋洋会认为，如果说你们曾经是有三角关系的话，那你现在其实也算是很努力的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之外，那你们也会想着说要去忏悔，或者说对于说这个世界，你们要去做出更多有善意或者是说善心的事情，或者说对身边的人要更加的耐心去帮助其他更弱小的人，因为你们可能想要忏悔。好，那如果说我们撇除掉第三者的部分，就表示在这段关系之中的，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算是用一种慈悲，还是说可能算是一种比较放下的心态去看待、去面对说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也就是说，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从原本的讨厌、憎恨、不喜欢，已经开始逐渐到是一种我祝福他，那我打从心底的希望他更好，那我也希望我可以更好。就是说，你们开始把所谓的对于说他的任何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然后负面的评价，已经转换成为偏向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上的一个祈祷跟祈愿。假设说，可能你们先知道说对方已经有另外一半，假设了。假设你知道说对方已经有另外一半，那你就觉得说哇，他都有了，我也很羡慕。那我也希望说，现在的我也不能输给他，那我也好好的加油，我要好好把我自己生活过好，我要让我自己变得更耀眼，然后让我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半，然后属于自己的人生生活。我可能会稍微有点比较的心态，但是也是基于在一种以你的心中的观点是在于你自己我这个的角色上，而不是在像以前一样，他怎样，他怎样，他怎么做，然后或是他怎么想，那他又是如何？对，其实现在你的状态比较像是一种，你想要把你自己顾好，然后你想要把自己看起来更棒，然后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是更加的顺畅，你也是希望让自己是变得更加的有能力，是能够去帮助到曾经那一些跟你遭遇过类似的人，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那一些比你更弱小的人。所以说，你们本身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每次想到的时候，去思考的时候，其实你们不仅疼惜你们自己之外，那你们也是懂得更加去爱护你们自己。那对于你们现在自己来说，可能还是会蛮想要谈感情，没有错，但是你们会更加的是以自己为中心，你会先确定说，我跟这人相处，我会开心吗？我会快乐吗？那我会不会得到我所想要的？如果说我都没有，那你其实会自己本身还蛮能够用理智或者是说清晰的态度、角度跟看法去给予说这段关系做出一个最适当、最合适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一个做法，或者是说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相处的模式。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三。那宝剑三呢，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似乎本身在想到这段关系，或者说看待说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真的有机会跟对方是属于偶尔会见个面，或者说可能会跟对方擦身而过，或者是说都还是有对方的联络的方式，就尤其是社群软体的话，对我们来讲，其实只要看到它相关的东西。那你们其实有时候心里面的一个波动还是会有在的。那这种伤心的感觉呢，其实你们除了是觉得很难过，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最后面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跟地步，会觉得蛮惋惜之外，那你们也会很难过的是，对于说当时的自己付出这么多，结果关系现在走到了这种地步，结果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你会觉得这样自己是相当的不舍，你们会对于说这样的曾经的自己的付出的一切的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蛮卑微的，你会觉得是心里面真的蛮心疼的，你会希望说自己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希望说自己可以活得更加的耀眼，就像是我们旁边所抽到的女帝一样。然后再就是有的人可能现在心里面会觉得自己在面对感情的这个情况是依然很不顺啦，然后会算是
被这段关系的伤害，或者说对方曾经所作所为，已经影响到了现在的你们。所以当你们去面对或者说去看待于两人之间这段关系的时候，说不在意是骗人的。你们其实心里面非常的在意，你们也蛮想要知道对方的这个状态，但是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蛮清楚知道说，这段关系真的要能够再次恢复到以前状态，或者是说两之间到底要不要恢复联络，或者是说要到什么样的一个更要好的程度的话，你们其实心里面非常清楚知道说这一切是已经不太可能。那你们也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心情给照顾好，让自己不要再那么容易的受到对方任何的情绪上的影响，或者说对方任何的所作所为，去影响到了你们在面对说这段关系里面可能比较不太想要去做的一切。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以上选要在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让你们来说是有符合，或者是说是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去往下看呢，你心中所想那个断联中的他目前过得如何？他目前状态如何？然后他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对象齁？好，那洋洋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花王真所抽到的是圣杯七。好，那当我们抽到这张牌的话呢，就代表说，其实你现在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洋洋会认为，其实现在他会比较倾向于说是，他很专注在于探索他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说什么样的生活对他来讲会是最好的，或者是说对他来讲，他在面对说自己生活当中感情、工作。对，感情、工作、事业，应该说感情、工作，还有职涯发展，或者是他的家庭，就是原生家庭，或者是说他的友谊、人际关系，诸如此类的。那现在他就是会去烦恼，或者说会去考量这一切。洋洋会认为，或许是因为现在他的人生当中，可能有面对到了一些让他觉得是比较卡关的状况，或者是说现在他是不太清楚、不太知道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他自己现在心里面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模式，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生活中的状态。所以他现在会一直不断去探索，或者是说会一直不断的去思考，会从各方面的方式去做探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最近的他的话，在对于自己的人生，其实很多决定他是举棋不定的，甚至他现在容易会有出现双标的情况。所以现在他所做的任何决定，其实他大多数是比较顺着他的感觉，还有他的过往的人生当中所遭遇到事情学到的一个经验，综合他的感觉去做决定。所以最近的他，如果说你们有观察到的话，应该说你们如果说能够观察得到他的状态，或者说他的目前生活情况，你应该会觉得最近他会有容易做出一些跟他以往习惯不同的事情。假设他以前可能不太会去吃生鱼片，那最近的他可能就会有考虑去尝试看看吃生鱼片这件事情。然后如果说他本来在对于感情是很忠贞的，他可能是很向往唯一的爱情，那可能最近的他会容易变成是海王，或者说时间管理大师，就是他现在会想要透过各方面不同的方式方法去探索，去找到到底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说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那最近的他因为是处于在一个人生当中比较混乱，思绪上面了，思绪上面是比较混乱的，是比较举棋不定的，或者说比较没有唯一
固定式的那个目标的状况，因为他所想要的目标只是在于他想要他的人生当中是舒服的，是探索他自己真正所想要的，想要知道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所以当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会让他的人生进入到了一个容易会做出错误决定的事情。那但这时候就有可能他跟你断联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应该有蛮高的几率是不久之后他可能会后悔，或者说他可能就会很快会回来找你们，也不是他是真的下定决心要跟你们断联，而是因为他想要去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对他来讲会是他不想要失去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收到的是女祭司。好，那当抽到女祭司的话，就代表说，其实现在他，就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情况，现在他所追求是心灵上面的一个平静，或者是说心灵上面的，想要成长，或者说想要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最近的他其实表面上看起来会觉得自己做的任何决定应该不会后悔，那其实他心里也会蛮害怕自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他会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他都是很谨慎的。但是很明显就是他没有到那么的谨慎，因为有人会觉得啦，最近的他应该都做出一些很多错误的决定，就是当他做决定发现他有点后悔，然后偏偏会这个人大部分来说看起来其实他是有点爱面子的人，所以当他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其实他会因为他爱面子，所以最近他可能会容易有一种逃兵的状况，或者说可能会有一点避而不谈的情况。所以最近如果说他身边朋友去数落他的时候，其实他蛮容易会生气，或者说蛮容易会不高兴，或者说蛮容易会搞人间蒸发。对，就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情况是，他会希望说身边的人可以多包容他现在所做的任何决定，如果说真的有做错的这个状况之下，他比较不想要被任何人给数落，然后他比较会希望说自己是可以，比较是现在所做的任何决定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个目标。那雅阳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唯一好的地方是，他会蛮经常让自己沉淀下来，去沉思他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可是偏偏就是他每次沉思完之后，又会容易做出一些不好的决定，所以他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完成、去做到符合身边人所想要他的。所以现在他应该算是一个转换的时期。如果说他转换成功的话，那其实之后他在对说他自己的接下来的人生这种方向会有一个明确的走向。那如果说他可能失败了，那就变成是说他会从头再走一次他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所以就变成说，如果说我们这段关系真的已经卡了很久的话，那对他来讲就容易他会一直不断的反反复复来找你们，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会一直断断续续，那就看你要不要，因为就表示他还在一直探索，或者一直不断去发掘说到底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有人会认为说最近他应该算真的蛮花心的几率蛮高的，就是他会跟很多人暧昧，但是那个暧昧只是没有到那么深入啦。对，就是顶多是在于表面上的，就是比较肉体上，或者说比较表面上，并没有到说好像完全爱上了某一个人。现在目前他的状况是不太会，因为他现在蛮容易是成为渣男渣女的这个阶段，就看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当他越不想要做错的时候，他反而越容易会去放大每一件事情，那他就会越容易去做错他可能不太想要的那个方向。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皇后。那钱币皇后呢，代表说，其实最近的他会比较倾向于想要顾好他自己现在人生当中他觉得最好的东西。所以如果说本来就是他的东西，本来就是他可能已经拥有的东西，他就不会去做任何的调整，他也不会去做
任何的改变。可是如果说本来对他来讲并不是完全属于他的，或者是说对他来讲这些东西是他可能很容易会失去的话，那么他也不会那么积极的想要去掌握好这一切。所以假设他可能本来就没有喜欢你，那你们俩之间断联，他就觉得哦，那断联了，就他也不会想要特别做什么样一个补救的行为。所以如果说当你们想要去维系好，或是说维持好这段关系的话，就是会变成是你们要主动去找这个人。可是你主动去找他，他会由他的心情来去决定他要不要回应你，要不要回复你。所以最近的他容易会忽冷忽热。所以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是刚断联没很久的话，其实很快他就回来找你们了。或者说当你们可能过一阵子再回去找他，他就会给你们一些回应的几率非常高。可是他给你们回应并没有任何的意思，就只是一种认识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已经断联非常久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对方最近也不太会找你们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说，他会觉得已经过去的东西就是不会过去，除非是你们交友软体有在一直互相划来划去，他又划到你的时候，那他可能会跟你开头说几句话，或者说可能会跟你有一些的寒暄的状态，但是也不至于到说会去影响他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所以其实在面对于现在的他的生活的状况是，如果说是他本来就已经注定他觉得是不会从他手边离开的东西，也是他所想要的话，他就会去珍惜。例如说这种比较偏向是朋友，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事情，他的职位他就不想变动，或者是说他可能想为了他的年终奖金、红利奖金等等的那种的奖金而去做努力。所以最近的他，洋洋会认为他会比较多着重在于说他自己个人的职涯上的发展，或者说职涯上面他比较能够给予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益。那感情的部分的话呢，他现在就是比较不会特别专注在某一个人身上，除非他觉得那个人是潜力股，或者说他觉得那个人是值得相信或者说值得投入的对象，那他可能才会付出行动。要不然基本上这个人现在都只是走马看花的情况，就是比较不会那么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他现在就是处于在一个就是人生变成渣男渣女这个过程，就看他会转换成功变成一个好人。如果说他转换不成功的话，现在最近应该蛮多人会让他可能会伤到蛮多真正喜欢他的人。对，好，这是我们关于第一趴的部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趴。第二趴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九。好，那宝剑九呢，代表说其实最近这个人他可能心理压力真的还蛮大，或者是说他身上所背负、所肩负的东西，其实看起来是蛮痛苦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杨就给会员，就是双同性恋你们会员的讯息好了，表示说最近他是不是对于出柜的事情感到痛苦？对，这是洋洋的直觉啦，就是看到这张牌，不知道为什么洋洋会觉得这一组的你们，如果说是在问双同性恋的对象的话，那就表示其实他最近好像在对于说出柜这件事情，他是感觉到蛮痛苦的，或者是说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压力还蛮大的，所以我们就给这个会员讯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我们以大方向来看的话，就表示其实他现在内心里面经历了很多煎熬的事情，例如说家人生病，或者是说家人住院，或者是说有负债欠债，那或者是他发现他原本的之前的对象可能有骗他的钱，或者说偷他的钱，那他要告也不是，不告也不是，因为他可能还有感情。好，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买的房子变成烂尾楼，然后还有几个几率。
还有可能他在工作上面可能有背黑锅，或者是他原本跟你之间的关系，可能你们是属于小三就是属于那种地下恋情的话，那可能他最近的正宫发现了。如果说你是正宫，那就表示他觉得，可能把原本小三小四的那个部分，可能搞出人命出来了之类的，这个也是有很高的几率。然后再来还有可能就是最近的他，有的人可能是投资失利，而且是可能真损失很大的一笔钱，然后他蛮痛苦的。然后还有，然后再想一下有什么，还有几种可能。反正通常都是那种属于比较不好的，而且他的这种的事情发生是已经有点危及到他的一个精神的状况，所以最近他可能蛮需要用安眠药的方式，因为有人会觉得其实这张牌呢，它蛮特别，跟一般的韦特的宝剑九不一样，他这张牌就是随时这个剑掉下来，他人就是会被毁灭哦，所以呢，他的现在身边所发生的这种的情况是超出了他原本觉得是能够承受的这一切，所以或许才有可能导致于说，让他在对他的人生就会一直有很多的不断的想法啦，所以就比较心理上面是比较不一定的。所以他现在其实会有点像是他急着想要找一个可以靠岸的地方，或者是说希望可以去解救，或者说改变他现在目前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一些的事情上，因为他在对于说自己所已经遇到的这件事情，他觉得心里面是蛮有压力的，或者是说他会觉得比较难以去承受的。可是洋洋会认为说，选王这组你们也不要管太多对方目前的这个状况，因为他其实现在会呈现这种情况，其实大部分来说也是因为他的一些的观念跟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只是时候未到。那现在他的因果报应已经到了，那已经遇到这种状况的话，那是不是你们的不忍之心、恻隐之心，那可能就被他给利用，那你们又会再次受到伤害。其实这个对于你们来讲，洋洋会觉得不是你们应该承受？就是现在是他人生中一个转换的过程。那其实他只要过了这一关了之后，其实当然有很多关啦，那只是这一关也没有到那么困难，就看他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其实现在对于他来讲，真正要能够去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就是他要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其实只要当他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的时候，那他其实就是能够去跨越了这件，因为当他心态正确的时候，他的内在或是宇宙就会给他正确的方式，如何去改变，或者说如何去解决目前眼前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可能要跨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事情终究会有解决的一天，只是时机到底到了没？好，然后接下来所抽到的是宝剑二。好，宝剑二如果说搭配这边的宝剑九的话，有人会认为说，其实有非常高的几率就是，现在的他正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或者是说现在他在对于自己的生活当中，他蛮渴望是可以找到一个对他来讲人生当中是有一个出口的，或者是说不会那么容易的被嗯，他会希望他自己的生活里面的这些的决定是能够做出正确的方向跟判断，他不想要再过着可能那一种一直要心情上面一直在云霄飞车，或者说一直在喜三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会希望说自己的生活是能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并且可以在理想跟现实还有虚幻，虽然是拿宝剑但有人会觉得哦，理想、梦想跟现实这三个地方，他这三个部分，他想要找到这个中间值，或者说他会希望说能够让自己生活过得比较好。
好，那洋洋会认为呢，虽然目前抽到好像看起来比较多在描述他，那如果说我们想要知道说到底对方有没有身边其他的对象的话，那唯一能够去判定的就是，如果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曾经是地下恋情的话，那对方现在身边一定有其他的对象，而且是不止一个。好，那如果说你确定你们原本关系就是坦坦荡荡的，或者说你只是个人单恋，只是暧昧而已，没有到什么不可告人的话，那其实那他现在身边就是比较没有对象，因为他没有太多的心思去想这些事情，他可能现在光是他忙他的事情，他就心情已经很焦虑了，他已经很焦躁了，他已经觉得蛮痛苦的，所以其实选到第二组的你们讯息可能有点庞大，然后方向其实会有多种不同的多样性。那杨已经把能够感受到的、所看到的都分享出来了。那相信说，只有身在当中的你们，或者说非常了解对方的你们，才会知道到底杨洋在讲什么。因为其实讲的有点比较难以去统整出一个完整一致的方向，因为大众占卜有很多的人在看这支影片，所以就有很多种不同可能性。那就简单来讲说，就表示其实这个人现在状态真的非常的差，主要是他的心里面的内在状况是很差的。那他很努力想要把他找到一个平衡点，只是他找不到这平衡点，所以他现在一直不断的在尝试，或者一直不断在找各种的方式跟方法，但是唯一能够解套的方式的话，就是他的内在的心态要怎么去想。可是内在心态怎么去想的话，别人跟他讲是没有用，他听不进去，必须要由他自己去做这个决定才有办法。因为他就是在对于说自己的决定这件事情，他是很固执的。对，他是觉得只有自己所做的决定，他才不会后悔。那他觉得哪是最正确，他也不会让自己三心二意。所以如果说别人是给他决定，一直给他方向，其实他会觉得有点烦，或者说他会觉得就是当参考就好。除非能够那个跟他打包票，保证1000%这么做就是对的，那他可能才去做。可是基本上没有人敢这么说了。好，然后今天我们抽到的是权杖9。好，那权杖9呢，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说目前现在他的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他是真的找不到方向了，然后他也是一直不断去尝试各种的方式，因为他会认为其实现在自己还是 hold 得住，还是能够支撑得住，是不会那么轻易的被这些事情给打败，或者说不会那么轻易的被这些的事情去伤害到自己，所以其实他现在心里面的这个自我保护的机制是蛮高的，所以现在他其实也不太容易会想要去相信别人，或者是说他现在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依照他自己的过往的经验，还有他现在的感觉去做这些决定。所以关于最近他断联你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你们可以再等等看，就等过了一阵子之后，他状态比较好的话，他可能不一定会主动来找你们，但是你们找他，基本上他都会给予你们回应。那如果说你们真是断联很久的话，洋洋会认为可能这个人真的不太适合你，因为现在他状态很差，那你们也很久没有联络了，那基本上这个人他的心思也不太会去想到你们，那我们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才会好，除非等到他好了，他也单身了，那你也脱胎换骨，蜕变成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们之间才有机会。因为这个人他看起来其实是蛮容易会活在他自己自我的意识里面，或者说他自我的认知当中，除非你真的完全脱胎换骨，不仅是外表，你的内在、你的作风、你的谈吐、你的生活的模式跟习惯、使用的东西，就是你要整个人完全变得不一样的时候，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才会有机会跟可能。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机会。这个可能就像是，可能这种戏很多啦。那只讲自己所看过的，就是像是犀利人妻谢安贞一样。谢安贞她从原本的黄脸婆变成像名媛一样的这个状态，就是
就是他这个差距要非常的大，可能才有办法去吸引到你现在心中所想这个人的注意力。那如果说没办法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那他还是会活在他自己的意识里面，就是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也很难会有翻盘的机会。好，可能这组的你们不知道对方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看起来真的还蛮糟的，状态还蛮差的。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八。那钱币八代表说，其实他在对说他自己目前现在生活状况，他是蛮积极的，然后他也是蛮急着，可能想要去赚到钱啊，或者说蛮急着想要有一些财富，或者说蛮急着想让自己的生活中做稳定。其实他在对于说他自己人生中现在的规划，或者说人生中的方向，他是蛮急着想要一个答案的。但是因为他找不到那个答案，所以他就只能默默的继续努力。因为你看我们这边的牌蛮特别的，就是它跟一般的钱币八不一样，就是它这个在除造铁，除造铁哦。好，那就表示其实他很希望说自己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然后他不管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说，他只希望他现在所做的任何决定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他自己，改变他原本现在让他觉得很糟糕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说让他比较没办法稳定的这个情况。其实他现在心里面是很努力的想要赚钱，或者说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很积极的专注在说他觉得是投资报酬率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上。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人，如果说我们观察到这个人好像很闲，那只是他表面上看起来很闲，其实他私底下真的过得蛮焦虑的，或者说他可能私底下真的过得是蛮辛苦的这种的情形。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国王，你们都抽到钱币耶，就知道其实这个人他到底有多需要钱，多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很明显就是表示说，其实他最近这个人生活应该是真的有发生了蛮巨大的变化，例如说就是习惯、生活中的模式，或者是说生活中所熟悉的人事物，可能真的遇到了一些蛮大的变动。然后再来就是他可能真的钱的部分真的也遇到了问题，蛮大的问题。然后在他的工作可能真的遇到了蛮大的状况，所以导致说让他现在其实更加急的是想要稳固好他自己，然后让他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是说让他自己比较不会容易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然后也会希望他自己是可以找到一个人生中他可能希望的那个方向。其实现在这个人呢，他的这个状态蛮明显的是，他会有点担心，他自己现在所做的努力是不是有一天会泡水影，或者是说就像是泡沫一般，什么就这样没了。所以他会现在蛮积极营营，或者说蛮努力的，在他的人生之中找到一个自己的生活中的重心。所以现在他其实蛮不想要被别人给打扰，或者是说其他现在也不容易被身旁的情感人事物给影响。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没有提到说，其实这个人他最近就是有点像是管理大师啊，或者是说时间管理大师，或者说可能会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可能对他来讲是对的人，或者是说对他来讲是他现在投入了这个人身上，那是不是他就真的不用再换对象了？其实他现在的执着点是在于说，他所付出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能够获得相对应的回报，甚至可以来得更多，投资报酬率非常的高。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他宁可选择不要，因为他也不想让自己变得很烦心，或者说也不想让他自己总是好像一直在一个变动的时期，或者说总是在一个找不到靠岸的地方。那他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是容易让他感受到心累的。所以我们这边所抽到最后一张是魔术师，魔术师就代表说，其实最近的他会愿意去做各种尝试，所以就对应到我们原本讲的圣杯七的部分，表示说最近的他呢，虽然就是非常的积极，想要找到自己的生活这种重心，或者说想要努力赚钱，想要升迁升职，或者说想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就代表说其实现在他要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对，那
遇到这样情形的时候，其实就蛮容易可能会去做一些让我们觉得可能比较匪夷所思的这些的行为跟职业，或者是说可能是一般人比较没办法去接受的，但是又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工作。那很告诫就是如果说有一天这个人他当回来找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留意就是这个人有没有跟你们一直开口要钱，或者说一直跟你们希望说你们可以帮助他什么。那在最近的他如果真的回来找你们，会建议还是避他远一点比较好啦。对，那如果说他都没有的话，那你们还是要保持警戒，因为有可能他也是在准备要开口了，只是在等待一个最好时机，或者是说他正在评估到底你们是不是那个可以帮助他的人，因为现在他会愿意去做各种的尝试，那所以现在他就是容易会变成像海王一样，就是感情里面他也不容易定在某个人身上，除非那个人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他的经济状况，或者是说能够去稳固好他的事业上的情形。所以现在他蛮喜欢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是说是比较有经济财富上状况的人。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什么心与心之间的陪伴呐、或者说甜言蜜语啊，这种他都不要，因为他想要更加实际上的东西，太过于虚幻的东西，他现在其实不太相信。他觉得虚幻的东西他自己就可以去找到了，去拥有了，为什么他要从你身上拿到？他觉得虚幻的东西是不切实际的。所以看起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你心中所想的对象呢，现在他只能简单讲，就是状况真的是蛮糟糕的，就是没有到那么的顺利。所以你们也不要太过于去相信他光鲜外表的样子，或者过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实际上很多的私底下生活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在对说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好，那首先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四。好，那圣杯四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目前的你们呢，想到这段关系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你们好像心里面是真的蛮在意对方。那这种在意的程度，其实在随着日渐的没有联络，或者是说在你没有联络这段期间，一直不断想着过往这些一切，然后有一些启发，或者是你们可能看到身边的人事物。无论书籍、电影、动画情节，还是身边的人的感情，还是说网络上大家分享的文章，那你们看到这一些和你们可能很类似的情况，或者是说你们看到那些的故事，是让你会觉得原来一段断联的感情，或者说不适合的两个人，那么努力付出的那一个人是如此的卑微，或者是说是如此的不被对方重视。所以因此在目前对于你来说，想到这段关系，其实你们就会比较像是，想要让自己认真的重新思考，究竟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这段关系，或者说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也就是说，你们从原本的一切美好的想法跟想象，甚至美好的期待，可能已经被这段关系已经磨到、摧残到，让你们开始想用一种更加现实的程度跟角度来去看待于两人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所以现在的你其实有点不太愿意去面对感情，甚至现在你比较会希望说让自己的心情上面比较冷静下来，让自己去重新的思考这段关系对于说自己到底是一个多有
重要的一个程度。那有一部分的人的话，比较幸运的是对方可能有主动回来找你们，或者是说对方有回来跟你们表示歉意，那可能现在决定权在你们自己身上。那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你们会其实知道说对方所对于自己的态度其实也没有到多好，甚至对方可能也是真的没有喜欢你们，所以你们会觉得自己一直不断付出的话，就是蛮卑微的。那你们其实有一点想要去放弃，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一直卑微的付出，无法得到回应的这个部分，你们想要去做一下调整自己的做法。然后在另外一种的可能性，就表示说，你们现在本身在看待于感情的话，你们其实现在算是希望说，让自己的心情沉淀下来，然后让两人之间的状态呢，就是先好好的，就是保持在一个冷静的状态。那你也会希望说，让自己不要再一直去想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说是这一种的情况之下的话，比较像是一种你们想要让自己不要再去那么在意一个不属于你们人的这个身上，甚至你们会希望说把自己的专注力重新回到你们自己身上。就是感情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对我们来讲，从原本的必要性到现在的并不是那么的渴求了，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你们没有到渴求到说一定要有个对象，你们现在反而比较像是一种你想要找到一个对的人，不会再让你那么如此的心力交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有萌生出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就代表说有两个情况是，第一个是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如果是在讲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那你们可能就会想说，如果说跟对方真的是有缘分、有机会的话，那其实无论再过多久时间，那其实应该是可以得到对方的回应，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两之间就是会默默的就走在一起。其实也不用到说你真的要付出一个什么样的行动跟行为，才有办法去巩固好这段关系，或者说才有办法让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有如此的靠近的。那如果说相处这么久时间之后都还是没有结果的话，那你们就会认为这段关系可能就真的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你们也不会再有那么多强求的想法。所以表示如果说是你们是第一种想法的话，你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有点像是一种清醒过来了，就是从原本的醉生梦死，然后现在就是完全清醒，然后希望让自己可以慢慢的去放下自己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的各种的执着。好，然后第二种情况就代表说，有可能现在你们呢是比较重视你们自己的事业，重视你们自己的工作，然后重视你们自己目前的财务状况，就是说也不会到完全的一定要有对方，或者是说也不会希望让自己因为一段感情，然后失去了你原本该有的生活的模式、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态度，或者是说也不希望让自己失去了属于自己一段的一个生活中该要有的工作中的一个钱财的部分。那洋洋会认为说，或许想要这组的你们是属于那一种，一旦是没有，就是说没有感情的话，那你们就会认为工作或者是说生活中周遭的人事物就是你们的一切。可是，一旦有感情进入到你们生活里面，你就会为了对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所以你们的反差其实算是还蛮大的，所以你们的时候是真的也是蛮害怕自己会谈恋爱，或者是说谈感情，会很担心自己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喜欢上对方的话，那你们就会不自觉的奉献一切。你们有发现到自己这样的一个缺点，或者说你们有发现到自己这样的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你们也会很希望自己可以跟别人一样，是在爱情之中依然是保有自己的理智，保有自己的魅力，保有自己的风格。可是因为你们本身在面对于感情比较容易真的会为了对方而彻底去改变自己，所以现在你们是也在想着说，我要如何去学习，让自己在一段感情之中是保持在一个理性的状态，或者是说让自己不要再那么容易的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应该是在一载的感情之中，你们受到非常多的创伤，或者是你们总是在感情里面是被
对方给抛弃下来的。所以现在你们想要彻底的转换，或者说你们会希望可以彻底的改变你们自己本身在对待说爱情的态度上面的想法部分，或者说想要去改变自己在面对感情里面，你们觉得是必须要去调整的这个地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七，那圣杯七呢，就代表说目前的你们在想到或者说在看待于关系之中的这个状态的话，有人会认为说你们其实心里面啦，应该还是蛮希望说是可以跟对方有互动，或者说蛮希望跟对方是有来往，但是这些的想法都只是在心里面想想而已。你们其实也不太会说为了要怎么样而去特别做了一件事情，或者说你们也不会特地为了希望这段关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那你们就想要去为对方给付出。因为其实现在你们本身也是在评估说这段关系究竟接下来要怎么走，然后对于你们来讲，目前人生中轻重缓急的第一需要、第二需要、第三需要，你们也是心里面一直不断的去探索。所以洋洋会认为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更多的情况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或者是说这个人可能所带给予你的各种的启发、伤害，或者说所带给予你的曾经所说过的那些事情，所以导致于说，让你们本身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们就会愿意想要让自己有所改变跟成长。因为以前的你们总是会为这段关系付出你们所有的一切，但现在因为碰到这个人之后，你们开始懂得去爱你们自己，所以当你们出现可能要去面临抉择的时候，你们虽然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跟想法之外，那你们其实会有蛮多其他的比较务实层面的参考跟选项。所以现在你们来说，本身想到看待说这段关系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你们应该是有正在努力该如何让自己用平淡的方式，或者是说让自己不要受到那么多起伏的方式去想到这段关系。其实你们真的蛮想跟对方恢复联络跟联系，但是洋洋也不确定说究竟后面的牌，因为洋洋还没有抽，是不是能够让你们如愿。因为如果说没办法让你们如愿，或者你们觉得真的有点不太可能的话，你们可能会接受，但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蛮痛苦的，会觉得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在坚持什么，或者是说自己为什么还不太愿意去相信本身自己在看待这段感情中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面向。因为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以你的角度来看，你要说真的有缘分的话，其实你也觉得是在骗你自己，因为你觉得两人之间其实说穿了，基本上就是一直以来可能都是各过各的独木桥跟阳关道。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牌组的朋友，那么看看说你们心中断联中的他，那目前的话他的状态如何，以及他现在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对象呢？好，这边所为大家抽到的是恋人牌。好，那恋人牌呢，其实顾名思义就表示说，其实现在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就是他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对象，或者是说会有一个非在暧昧中的人，或者是可能最近的他是属于比较性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表示其实在对于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最近的他就算他真的没有对象，那他一定也很想要谈一个对象，或者说他现在一定有个非常暧昧中的人。所以表示其实最近的他目前呢，他现在人生处于这个状态，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他现在是在一个非常想要谈恋爱的这个阶段，或者是说他已经有一个稳定交往中的人，或者是说他为了想要有一个对象，那么他可能就会尝试着去用各种的方式去认识新的人。例如说他可能本来并不是一个会使用交友软体的人，那所以他就可能想要尝试着使用交友软体。那如果说他这个人可能本来都不会去酒吧，那可能最近呢他可能就会去酒吧。那可能他本来是一个社恐，或者是说可能是不太想要参加关于朋友之间的不认识的人聚会，他只会跟他很熟的人出去。那最近的他呢，就为了希望可能可以
拓展自己的交友圈，或者说可以让自己多认识不同的人，那么他就会想要去参加看看这些让他曾经并不是那么有兴趣，或者说曾经对他来讲并不是那么在意，并不是那么想要的这一些的社会中的活动，或者说他会为了让自己可以拓展自己的交友圈、生活圈，那么他就会想要去尝试各种的方式。那再就是有可能最近这个人，他比较容易会跟别人有暧昧中的情况，或者说比较容易会跟别人产生一些，养羊会认为啦，就是这个人如果说他是属于比较开放式的人的话，那他可能会容易会跟自己的暧昧对象会有上床的几率，也是还蛮高的。但是他会愿意跟他们上床的几率，也是在于说，他会觉得跟对方其实是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或者是说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也不会是自己一个人单相思。所以现在他会比较是着重在于说，是活在当下。或者是说及时行乐，或者是只要是能够让他感受到自己魅力所在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就会想要跟别人或者说跟对方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跟空间。所以现在的人生中的目标呢，以目前来看的话，就真的完全在于说是个人的魅力跟感情这个部分，可能工作啊，其他的部分就不会是他现在放在最首位的这个地方。好，然后接下来我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骑士。那权杖骑士呢，就代表说，其实在最近的他，真的就是会，非常的积极的、渴望的，想要去多认识新的对象，或者是说他想要去多认识不同的人，或者说他蛮急着想要有给予自己在生活中，有另一个人陪伴自己的这个情况。所以再来就是如果说是关于工作的情况的话，那就代表着，这个人他最近呢，在工作事业上面算是会受到蛮多贵人的帮助跟贵人的协助。然后如果说他现在生活工作中真的有新的同事的话，那么有出现他喜欢的类型，那么他也会很积极的、很努力的去经营那样的一个同事关系。因为他也会觉得或许两个人之间也不要太过于局限，是不是真的只要在同事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在同事之间的关系，然后最近可能你离职啊，或者说可能你们俩之间就是调到不同部门，那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曾经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话，就代表着其实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所以这时候就要考量到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比较忠诚，还是说其实这个人在面对于感情的时候，其实蛮容易会让自己陷入在一个桃色的纠纷当中。最近这个人呢，他也蛮容易会跟他的主管拍马屁，或者是说容易会跟自己身旁可能比较资深的同事也一样会拍马屁，会想要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让自己的生活、工作中变得更加顺利，或者是说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嗯工作里面是容易有升迁的机会，或者说为了奖金，他会愿意屈膝做一些，应该说为五斗米折腰，然后去做一些可能自己本来就是不太想要，说可能自己本身会有点排斥的行为。这边的话，也是有可能就是在抽到这些牌的含义当中。那感情跟生活，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是放在一起讲，因为这个人就刚前面提到的，他现在是比较积极的想要谈恋爱，或者是说现在他容易会跟自己的暧昧对象会有一些在亲密的床上的运动的这样情况居多。那如果说他是单身的话，再就是有可能他会去一些比较容易是声色场所，然后再就这个人他也会很重视自己的外表。会希望说自己现在的外表是比较能够吸引到他人的目光，或者是比较能够去改变他自己，然后让身边更多的人，或者说可能那些陌生人，或者说可能是他原本暧昧对象，那可以希望说可以让自己变得
更加的有魅力。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最近比较像是说，为了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加有魅力，所以他会去做很多的改变。例如说，他可能有去做医美，或者说可能会去买一些比较特别的衣服，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想开始健身，或者是他可能会想要去看一下说社会大众现在对于哪些的东西是比较容易可以受到他人的吸引力跟目光注意力的话，那么他就会去做这个部分。所以当他在面对于情感的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他现在蛮容易。负面的讲法是，他会容易迷失自我，就是他会变得是有点不太像自己他本来状态，他本来的风格，他想要去做各种的跳脱。对，那如果说是属于比较正面的话，那他这个人呢，可能就会是想要让自己变得脱胎换骨，或者说会希望有一点焕然一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最近他的个人的专注力上面其实是没有到那么的好，就是在面对感情部分，他专注力比较没有那么足够，因为他现在可能在对说情感这部分的话，比较多是带着有目的性的，比较带着是有希望可以改变自己。那我们这边都讲的是比较偏向于单身的状态。那如果说他也是有很高几率的，就是已经有跟别人在一起了。那当然在一起这种状况，可能就想要朝着更深刻的方向走，或者是说想要朝着更长远的未来而去前进，就是比较不会像前面讲的是有点随便的意思。对，所以洋洋会觉得说，比较是要看说这个人，就说每个人不同的状态。因为如果说你们原本所认识的这个人呢，如果真的断联非常久的话，那就很高的几率就是这个人已经有另外一半。那如果说你们可能刚断联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就表示其实这个人他可能还不一定有另外一半，那他就可能还蛮积极的想要去找新的对象，或者是说蛮积极的想要有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有魅力。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节制。好，那节制呢，就代表说，其实最近这个人，他会希望说，让自己可以从内在的美，然后逐渐的是到外在部分。所以最近的他也可能蛮容易，或真的就是刚前面提到的，会去认识不同的人，认识陌生人。去认识这些人的原因是在于说，他想要去丰富他自己内在的灵魂，然后去丰富他内在的感受，然后他个人的魅力。所以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现在的专注力呢，就是在于说提升自我，让自己完全变得不一样，或者是说让他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的把别人认为他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讲，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最近就很容易去重视，或者说蛮容易会去在意别人所对于他的观点，然后所对于他的看法。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现在这些人都容易会去找一些符合社会大众的一些的审美观，或者是说会想要去改变自己，变得不一样。所以因此洋洋会认为说，其实现在这个人他比较像是有一种逐渐在迷失自我的状态。因为其实现在他会比较变得是跟他原本的状态是会变得完全的不太一样。因为他开始会去尝试新的东西，那这些新的东西如果说是真的都比较不好的话，那其实就容易会迷失自我，然后就会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所以当你们俩之间断联之后，其实洋洋会认为，对于你们来讲反而会是好的。因为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开始过的是，
他可能是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是很有新鲜感，也是让自己觉得很有鼓起勇气，变得不一样，脱胎换骨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现在是正在让自己变得是他以前所唾弃自己的那个的样子，所以他算是有一种越活越回去的这样的感觉，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他现在比较不容易站在同理心的角度，虽然好像可以得到身边很多人的喝彩，或者说可以得到身边很多人所关注他这件事情，但实际上他现在反而是变成是他曾经所最讨厌的那个模样。好，那是关于我们第一趴的部分，杨先把牌收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抽到第二张的部分，这边所抽到的是月亮牌，有没有？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现在他是变成是他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个模样，也或者说逐渐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代表说，其实在他的内在里面，其实是一直有跟他讲说，你这样做不对，或者说你这样做其实是不是最好的决定，或者是他的内在的灵魂总是会告诉他说，你再考虑看看吧。所以代表着说，其实他的内在的状态其实是清楚的，可是因为五光十色，或者是说那种灯，就是很多的人所对于他的赞美，或者说他沉迷在被很多人注视、关注，或者说被很多人觉得他很好那种甜言蜜语的状况之下，所以他的表层跟他的内在现在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的这个状况，所以基本上在他的生活当中，目前看起来，其实他也是会蛮担心自己现在是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说自己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有一天会后悔。可是虽然他心里是这么想，他心里会是有这方面的担忧，但是他很明显的呢，是有一点算是说忽视了自己内在里面的声音，他现在依然还是会选择去遵从，让他觉得是铤而走险的这些的行为跟决定。所以在对于这样的情况之下，洋洋会认为说，他开始变得是已经不再是你所熟悉的那个样子。如果说你们觉得他的外在没有改变，那他的内在一定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突，或者说他内在里面确实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呃新的状态，或者是说开始逐渐的变成是你不再熟悉的他的那个的样子。其实他自己本身的内在里面也是有一点抗拒，或者是说他的内在的声音其实也会比较希望说他能够走回到原本的正轨。那洋洋会认为他要走回到原本他的正轨，可能还会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因为他在跟你分开之后，或者说你们可能快要断联之前，他一定是有经历到了让他觉得有点难堪，或者是说经历了让他觉得是不太好的事情，所以现在他才会变得有点迷失，因为他在迷失的这个过程里面，反而是被很多人赞美赞赏。以简单的例子讲，假设可能两人就先以如果说是同志的部分，如果说是同志部分，假设啦，假设的意思就表示说，如果说他可能本来是同志，但是可能他身边人希望或者说觉得他应该当成异性恋更好，那他就可能选择去跟异性恋在一起，或者说选择去追求异性恋，那身边人反而就更多关注在他身上，然后给予他更多的赞美赞赏，那他就觉得，诶，我好像这样做对了。可是实际上，这不是他心里面所想要的，他反而觉得他就喜欢同性呢，为什么他要跟异性在一起？可是别人又希望他是喜欢上异性，所以他就会产生出一种心灵上面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拔河，很大的自我的矛盾的状态。所以他就知道说明明自己现在做错，可是他就是会不自觉一直想要往这方面去做，因为他没办法去认同他自我。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啦，所以就是看你们到底杨会觉得可能比较难以去讲说到底这个人实际上的状况是如何，因为大众占卜会比较难以去讲出来。但是以一个大方向来说，基本上这个人所变的样子呢，就是他现在不喜欢的，原本所不喜欢的那个样子，是甚至有点排斥的这个状态。
好，那这样抽到的是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呢，杨会认为说，其实现在他就真的走入到了另外一个深渊当中。其实他也不知道说这个深渊到底会待多久，或者说这深渊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但是很明显的啦，看起来没有那么快，因为他会觉得这个方向虽然是不对的，或者说这个方向虽然是不好的，可是实际上还是可以从这个里面得到一点点的成就感，或者是说可以得到他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归属感。因为有归属感，所以他才会反而不那么容易的去选择放下，或者说反而不会那么容易的去放弃他现在目前所拥有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况。可是你要说他会不会后悔吗？有人会觉得他不会后悔，现在他不会后悔，以后不知道。对，因为现在他就得到很多人的目光跟注视，或者说他得到很多的资源，得到他一直以来可能所心里面渴望的这一切。所以呢，现在他就看他自己说，他要选择继续去活在欺骗自我这个状况之下，还是说要诚实的打从心里的去面对他自己心中的内在的声音。但是他面对心中内在声音，就会跟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冲突感。那当产生极大的冲突感跟混沌的冲突这个状况，那他会觉得他其实没办法去承受这一切。那他其实有点算是说在告诉他自己，或许久了我就会习惯了，或者说或许久了我就会能够这么做了。所以其实对他来说，现在目前当下他其实好像很快乐，但是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快乐的。对，所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一样很可以肯定，就是他现在身边一定有对象，没有错，甚至已经开花结果。但这个对象呢，或是这个开花结果，可能也并不是他自己所想要的这一切。其实是他觉得只能这么做，或者说这么做反而对他好，所以他算是有点固执啦，就是说活在自我的想象里面。回头是岸呢、对不对？可是他不想回头。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皇后。好，那权杖皇后就代表说，最近的他呢，他其实会觉得自己所做这些是聪明的，甚至他也会认为，其实自己这么做应该是不会后悔，甚至他也会觉得自己做这一切，其实也是他可能一直在心中渴望的。所以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嘛，他一直内在里面有产生很大的冲突，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在跟他讲你现在是错的，可是实际上他的表层的心态就是觉得我这样是对的。所以其实现在他算是一直活在一种自我想象的人设当中，或者说活在自己的框架里面。那在活在自我框架里面，其实他算是完全的不会现在目前他是清醒不过来的，因为他会觉得其实自己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都是不会那么容易的受到，因为没有人会去提点他，就算有人提点他，他会觉得那个人讲话是很荒谬的。为什么会觉得那个人讲话很荒谬？因为当当9个人说你对，1个人说你不对的时候，那人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就是盲目的，就会觉得9个人说的那就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有可能说不对的那一个，唯一一个，他才是最聪明、最雪亮的眼睛。所以这时候如果说当你们越想要去贴近这个人，可是这个人他越是离你们越远的时候，无论你们讲出多么有帮助他的话，或者说你们讲出多么正确的事情，他就会觉得你们是在多管闲事，他也会觉得你们在唱衰他，他也会觉得你们就是不够了解他，他反而会更加讨厌你们。所以其实这时候你们反而就让这段关系就断联没有关系，然后也不用太过度去关注他，因为他本身也不太会去一直关注着你们，他现在就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你们要真的踏入到他的生活圈，可能是可以啦，但是你们就变成跟他一样类型的人，那你们要吗？你们会活得不快乐啊，因为他现在就是活在一个他自己就不想要那个状态，但是他又觉得现在自己是开心的，所以有人会觉得这组的你们其实之间现在就是不适合。那他什么时候才会清醒？其实牌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有人会觉得他这个状态真的会持续蛮久，因为钱币骑士呢，它本身是一个非常久的一张牌，就是说他这张牌会
一直不断的向前走，然后会走得很缓慢，然后在对于说改变或者说认清这件事情是不会的，因为他就是只相信他自己所付出的这一切是能够获得相对应的回报的，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走的是最正确的道路。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香港人证所抽到的是宝剑王牌。好，那宝剑王牌呢，就代表说，其实他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是正确，而且他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那么早来去尝试这件事情？为什么我那么久才去认清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其实我这么做是最正确的？就是说，他现在呢，会一直会觉得，会把过往的事情跟现在的事情一直去做对比，最后其实在观念这件事情上面，或者说想法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曾经本来在对说这件事情是比较排斥的。那因为身边的人一直对他洗脑，身边的人一直在给予他这些的吹捧，或者说身边的人一直在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这么做是好的，所以他也会觉得好像自己这么做也是对的，这么做是好的，所以他就也不太那么容易的会看到自己的错误。就刚刚前面提到的嘛，人是盲目的，所以当盲目的时候，大家都说你很棒，都说你很好。那个说你不好的，你就觉得那个人是来闹的，是来乱的，甚至那个人是跟自己不合的。所以，在最近的这个人呢，他一定不会想要回来找你们。那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你们曾经无论对他多么的苦口婆心，或者是说出多么忠言逆耳的话，他现在依然还没有觉醒，他现在依然还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他自己在对于看待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他也不太会想要，再回去多做什么。其实洋洋会认为啦，很高的几率就是其实这个人跟你们俩之间关系就是已经没有那个缘分了。好，我们就给会员的讯息来看，说我们俩之间还有缘分吗？但是洋洋会觉得啦，基本上这个几率是蛮高的几率，就是说两之间是已经真的没有缘分。他自己也是觉得你们俩之间是已经没有缘分了。好，所以呢，在看来选到这一组的你们，这段关系会比较建议说你们就是放下，然后就是不要想太多，因为无论你们再怎么爱一个人，那两个人之间当变得不同的时候，其实再去执着一段关系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因为它就已经是变得你曾经不熟悉的那个人了。那他对于你的厌恶，或说对于你的不喜欢，他依然存在，还活在他的脑海里面，存在他的内心当中。那唯一改变就是他的外表，或者是说他表层的内心而已。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嘛，他的表层的心里面的想法，刚前面提到他的内在最深处的那一层的心里面是没有改变，没有错。但是就他对你的讨厌，或说对你的不喜欢，或者说没有喜欢你这件事情，是他的内在心里面的感受跟感觉，所以他就是不太会去改变这件事情。好，然后这边有抽到的是圣杯四，你看我们这边前面提到，刚刚前面有恋人牌嘛，所以代表说，其实这个人呢，他现在呢，就是会觉得他现在所选的这个人呢，一定是最正确的，然后一定是符合到，一定会有他所想要的结果，或者是说是一定能够得到相对应他认为一定有成果的这个回报。但是很明显的呢，依照牌卡中的讯息，就是他其实算是选错人了，然后他跟这个人之间，他觉得是适合的啦，但是可能以你的眼光会觉得，以你对他的了解，其实两之间应该是不适合。不过因为人生是他在过，所以你的不适合呢，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所以希望说你们可以赶快清醒过来，因为对方他现在是过得很幸福、很快乐，然后他就觉得那个人，或者说现在的感情生活，是他现在所想要的，也是他的唯一。然后这就是这个人，他现在是蛮重视他的家庭的生活，蛮重视。杨是指说他的原生家庭的生活。如果说你确定他应该说你如果说确定他就是有另外一半的话，表示他现在会很重视他的另外一半。那如果说你确定他原本就是单身，就表示他现在很重视他原生家庭的生活，他很重视他的父母，重视他的兄弟姐妹，重视他的
远房亲戚任何人所对于他的观念、观感，或者是说所对于他的这个评价。所以因此呢，现在他会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和谐，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相处是舒服的，他就想以这方面去做。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会想要去把握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人际关系，或者说这一切的生活圈，会不希望自己原本的新的决定，应该说不希望说自己接下来所做的任何的决定，会去影响到他现在的生活的模式。所以如果说你们本来呢，就是一直是在一个第三者的这个状况，无论他跟正宫再多么的不合，他就是会觉得这一切都不关你的事，因为他终究会去找一个可能是能够包容三角关系的人，然后就是说，其实杨会觉得这一组的你们，如果说真是第三者的话，你们就真的也不用去想。然后，如果说你们一直都很喜欢对方的话，那其实对方也没有因为失去你会让人感觉到很痛苦、很难过，他反而就是一直活在他自己，他觉得现在这样状况是很好的，所以也可以代表说你们本来呢就没有在他觉得好的，或者说想要值得的缘分，或者是说那个条件里面。对，好，那我们就来给说双同性恋的好了。我们来看看说，你们俩之间曾经关系中的阻碍是什么？对，你们曾经关系中的阻碍。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我们这时候抽到的是女帝牌，女帝牌就很明显了，就是表示说，其实如果第一个这张就代表怀孕嘛，然后就是代表着富裕的生活，然后或者是说受到女性长辈，或者是说受到女性的影响，然后代表着可能最近的她生活中应该是过得蛮舒适、舒服。然后比较不需要让他自己去做太多的烦恼，所以其实现在他会更加的不想要去改变他的生活的原因，也是在于说，现在他会觉得现在是蛮舒服、舒适的，就其实可能他如果说已经有了责任了之后，那么他也不容易会想要去离开，让他觉得会被别人给唾弃的事情，或者说会被任何人给讨厌的事情。所以就算他再多么的觉得现在不适合，或者说多么的觉得好像有点违背自己，但是也会因为碍于所有人的眼光，碍于他现在内心里面的声音，所以他就会想要一直持续的坚持下去。所以也希望说选完这组的你们也不要再那么的执着在说不属于自己的人事物上面，因为这一切是不会有任何的回报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